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日子过得去，心里却一刻都静不下来？被主管当众说了一句重话，你回家反复咀嚼了一整晚，看到同期的人买房、升职，过得光鲜，你嘴上恭喜，心里却闷闷地堵了好几天，好不容易争来一点成绩，又开始怕他哪天没有了，越握越紧，越挤越累。我们活在一个人人都在比较的时代，外面的世界一天比一天吵，心里那根弦也一天比一天紧。我们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一样东西，一颗能在风浪里依然定得住的心。可是400多年前，有一个看透事情的人，留下了一本薄薄的小书。他不讲大道理，只用一句一句像格言的短话，告诉你怎么在顺境里不得意忘形，在逆境里不一蹶不振，在一个容不下你的世界里，活得从容，活得有尊严。这本书书名就取自一句老话：人若能咬得菜根，便百事可做。意思是，一个人要是连最清苦、最没有滋味的菜根都嚼得下、咽得了，那这世上还有什么苦他扛不住，什么事他做不成？这本书就叫《菜根谭》。今天20分钟，我帮你读完它，也帮你找回那个被这个时代弄丢的东西，一颗乱世里也能定得住的心。先花2分钟，认识一下这本奇书，跟它背后那个看透事情的人。《菜根谭》成书于明朝末年，作者叫洪因明。说来有意思，关于他的生平，史书记载的极少，少到我们几乎拼凑不出他完整的一生。他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名满天下的大儒，就是一个在乱世里看尽了浮沉冷暖，最后选择退下来，静下心的读书人。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无闻的人，写出了一本流传400年的书。明朝末年是什么光景？朝政腐败，党争不断，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是一个让人特别容易心浮气躁，特别容易绝望的乱世。洪因明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把自己的人生体悟一句一句沉淀了下来。为什么用菜根？因为菜根是一颗菜上最不起眼、最清苦的部分，可越是这样粗淡的东西，越要静下心慢慢嚼，才嚼得出底下那一点回甘。洪因明的意思是，人生的真味、真功夫，往往不在那些风光热闹的地方，而藏在清苦、平淡，甚至难堪的日子里。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一点都不掉书袋。它不是长篇大论，而是由300多则短短的格言组成，每一则都像一句可以贴在墙上，随时提醒自己的话。而且它很杂，儒家的入世担当，道家的淡泊放下，佛家的看破自在，全被揉在了一起，所以他一边劝你认真做事，别逃避，一边又劝你看淡得失，别执着，特别贴近我们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你可以把《菜根谭》想成一本中国人的情绪急救包，幸福的时候翻一翻，能让你定下来；受委屈的时候读一读，能让你缓过来；得意的时候看一看，能让你冷静下来。接下来，我就用《菜根谭》里最受用的5个重点，把这套乱世里的定心法，一个一个讲给你听。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菜根谭》，那就是他在劝我们修一样东西——定力。在一个处处让你心动、心慌、心累的世界里，怎么守住一颗不被牵着走的心？菜根谭看人看得特别透。他发现，我们大多数的痛苦，根源都在一个不平的心，顺了就飘，逆了就垮。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掏心掏肺，对我不好一点就耿耿于怀。我们的心就像一艘没有压舱石的小船，外面风一吹，浪一打，就晃得东倒西歪，自己把自己折腾得疲惫不堪。而菜根谭要给你的，就是那块压舱石。它不是叫你变得冷漠，什么都不在乎，而是教你在热闹里留一分清醒，在顺境里留一分余地，在逆境里留一分盼头。说白了，他要的不是无情，而是定，任凭外面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我这颗心依然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我得先说清楚，很多人以为菜根谭讲的是消极，是认命。但你越往下听会越发现，恰恰相反，他讲的是一种更高级的积极，该做的事踏实去做，该扛的责任老实去扛，
只是在做贺扛的同时，不被得失，不被别人的眼光，不被一时的顺逆，把自己给绑死，给压垮。这是一种能让你走得更久、更稳的智慧。接下来，我把这套定心的功夫拆成5个你今天就能用的重点，一个一个讲给你听。第一个重点，也是整本《菜根谭》最有名、最让人向往的一种境界——宠辱不惊，也就是看待人生的得失起伏。《菜根谭》里有一句话，几乎成了无数人的座右铭，原文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慢随天外云卷云舒。”你听听这个画面有多美，别人捧你也好，贬你也罢，你都不惊不乱，像悠闲地看着院子里的花自开自落，该留下还是该离开，是升还是降，你都不刻意强求，像随意地望着天边的云，自卷自舒。这4个字里，最难的其实不是辱，而是宠。人在低谷时咬咬牙还撑得住，可一旦被捧上去，尝到甜头，那颗心最容易飘。真正的功夫是不管命运给你的是糖还是巴掌，你都不被它牵着鼻子走。举个例子，职场上有2种人，一种人的情绪完全挂在外面，被夸一句就飘飘然，被批评一句就跌到谷底，整晚睡不着，心情像坐云霄飞车，全凭别人一句话决定。另一种人，被夸，他当作提醒自己别松懈，被批评，他想想有没有道理，有则改之，然后照样睡得安稳。日子久了，后者明显活得稳，因为他的心不在别人手里。再看一个例子，2个人同时创业，一个一有点成绩就得意忘形，到处张扬，听不进劝，结果风头过去摔得最惨；另一个不管是融到资的高光时刻，还是差点倒闭的至暗时刻，都是同一张平静的脸。几年下来，高下立判，能扛事的，从来不是运气最好的那个，而是情绪最稳的那个。所以，宠辱不惊的第一步，不是压抑情绪，假装不在乎，而是先看清，人生的得失宠辱，本来就像花开花落，云聚云散，是一阵一阵，来来去去的常态。今天就请你记住这个画面，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下次当你又被一句夸奖冲昏头，被一句批评打趴下的时候，提醒自己，这不过是又一朵花开，又一片云过罢了。第2个重点是菜根谭最高明的处世智慧，退一步，留余的，也就是凡事别做尽，别逼到墙角。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崇尚赢，总觉得人要往前冲，要寸土必争。可菜根谭偏偏反过来告诉你，真正的高手懂得让。他有一句话讲得特别漂亮，处事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懂得退让一步，才是真正的高明，因为今天这退后的一步，往往正是你来日进步的本钱。他还有一句讲的是给人留路，进入窄处，留一步与人行，在那种只容得下一个人过的小路上，你退到一旁让别人先过，这留一步与人行的气度，看似吃亏，其实是把路越走越宽。因为你给别人留的余地，最后都会变成你自己的后路。为什么要留余地？因为这世界不是一锤子买卖。今天被你逼到绝路的人，明天可能就站在你的关键路口上。把事做绝，把人逼到无路可退，看起来赢了一时，其实是断了自己的后路。举个例子，谈判桌上有2种人，一种人非要把对方榨钱，一分都不让，谈是谈成了，可对方憋了一肚子气，下次再也不想跟他合作。另一种人懂得在自己赢的时候，也让对方体面的拿到一点好处，看似少赚了，却换来一个愿意长期合作的伙伴。把生意做成一次，和做成一辈子，差的就是那让一步的格局。再看生活里的例子，夫妻吵架，朋友起争执，很多人非要争个我对你错，逼对方认输道歉，结果话越说越狠，把多年的感情一句话伤到底。可真正会经营关系的人都明白，在亲近的人面前，争赢的道理，往往输掉了感情。适时退一步，给对方一个台阶，不是你怂，而是你把关系看得比面子更重。所以今天
请你在一件本来想争到底、赢到底的事情上，试着主动退半步，留一点余地给对方。你会发现，你让出去的那一步，往往会以你想不到的方式再回到你身上。第三个重点是《菜根谭》这本书的灵魂，也是“菜根”二字的本意，淡泊，也就是嚼了清苦，守得住平淡，懂得知足。我们今天最大的焦虑是什么？是永远不够。钱赚的再多，看到更有钱的就慌，明明过得不错，却总被那些更刺激、更光鲜的东西勾着，觉得自己太普通，太亏了。我们的胃口被养得越来越大，幸福感却越来越薄。菜根谭早就看穿了这一点，他说：“浓肥心肝非真味，真味只是淡。那些浓油赤酱，又辣又甜的，都不是真正的好味道。真正的好味道，恰恰是那一口清淡。”这话讲的是吃，更讲的是人生。那些靠不断加码的刺激，靠攀比堆出来的快乐，来得快，去得也快，反而是平平淡淡的日子里，那一点安稳，那一点踏实，才是真正能长久滋养你的真味。举个例子，两个收入差不多的人，一个总在升级，换更贵的车，背更贵的包，钱永远不够花，为了维持那个光鲜的外壳，活得紧绷又疲惫。另一个过得很淡，东西够用就好，把钱和时间留给真正在乎的人和事，看起来朴素，内心却特别笃定。谁活得更幸福？答案其实很清楚。再看生活里的例子，我们常以为幸福是得到更多，可你回想那些真正让你心里踏实、温暖的时刻，往往是一顿和家人安安静静吃的家常饭，是一个睡到自然醒的周末早晨，是一杯热茶，一本好书。这些淡到不能再淡的小事，才是日子真正的甜。我们不是不幸福，只是被太多的浓盖住了那口本来就在的淡。淡泊不是叫你穷，叫你苦，而是让你在这个拼命劝你要更多的世界里，学会对自己说一句我已经够了，守得住淡，你才常得到真正的甜。所以今天，请你刻意去享受一件最平淡的小事，认真吃一顿家常饭，或安安静静喝一杯茶，什么都不做。你会重新发现，原来幸福一直都在，只是被你嫌太淡而已。第四个重点是菜根谭，最能在你撑不下去时拉你一把的一刻，逆境磨练，也就是把苦难看成磨亮自己的那块磨刀石。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被裁员、被辜负、计划泡汤，这些难关谁都躲不掉。同样一场打击，有人被他击垮，一蹶不振，有人却能借着他脱胎换骨，差别就在你怎么看这场逆境。菜根谭的看法特别硬核，特别提气。他说：“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要石，抵劫力行而不绝。”意思是，当你身处逆境时，周围那些让你难受的人事物，其实全是在替你治病的针灸良药，在不知不觉中磨砺你的节操，锻炼你的品行。那些当下把你扎得生疼的，到头来往往正是把你打磨成器的东西。他紧接着还点出反面，人在顺境里，那些捧着你、哄着你的疏夫，反而像看不见的刀枪，悄悄消磨你的意志。一个人最危险的时候，常常不是最苦的时候，而是被夸得忘了自己是谁的时候。举个例子，两个年轻人同时在工作上遭遇重大挫败。一种人从此认定我就是不行，把这次失败当成给自己判的死刑，越想越怕，越怕越缩。另一种人把它当成一次昂贵的学费，反复复盘，汲取教训。1年之后，前者还困在那场失败里走不出来，后者却因为这场失败，能力和心性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同样的逆境，一个拿来惩罚自己，一个拿来磨砺自己。再看一个例子，很多后来成大事的人，回头看人生，都会指着当年最黑暗的那一段说，幸好有那一段。当年没有退路，反而逼出了他的狠劲，长出了真本事。顺风顺水的人生养不出深厚的根，恰恰是那些风吹雨打的日子，才把一个人的根深扎进土里。所以，菜根谭要你换一个眼光看苦难，横在你面前的那道坎，
不是命运在针对你，而是命运递给你的一块磨刀石。所以今天，如果你正卡在一个过不去的难关里，请试着问自己，这件事想磨我哪一块？它逼我去长出什么我本来缺的东西？换这个角度，你会发现，逆境扎你的那一下，其实也在悄悄把你变得更强。最后一个重点是菜根谭教我们怎么跟人相处的总纲，待人厚道，方圆并用。说白了，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常常把这件事做反了，对别人一个小错都揪着不放，对自己却处处找借口，轻轻放过。菜根谭提醒我们，真正有德行的人恰恰相反。他有一句话讲得特别有分寸：攻人之恶无太严，要思其堪受。去指责别人的过错时，千万不要太苛刻、太狠的想一想对方承受不承受得住。你把人骂得体无完肤，痛快是痛快了，可对方要么崩溃，要么跟你结仇，反而把关系彻底断送。给人留3分余地，留一点颜面，他才听得进，改的了。菜根谭还教了一个养得又避祸的好习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就恶，不揪别人的小毛病，不揭别人的隐私，不老记着别人从前的过节。洪一鸣说，这3件是既能养德，又能远祸。一个爱抓人小辫子、爱翻旧账的人，谁敢跟他深交？而一个厚道、能容人、过去的事翻篇就翻篇的人，身边自然聚得住人。光厚道还不够，菜根谭还讲方圆。他说，处治事宜方，处乱事当圆。规矩清明的环境里，你可以方正，坚持原则；复杂混乱的环境里，就得圆融，懂得变通。所谓方圆并用，就是内心守得住底线，待人处事又拿捏得了分寸，有原则但不僵，会变通但不滑。举个例子，职场上有2种主管，一种对下属每个小失误都当众痛斥，绝不留情，员工天天提心吊胆，表面服气，心里离心离德；另一种犯了大事该说也说，但懂得关起门来说，给人留面子，平时更不就那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结果，后者带的团队反而个个愿意卖命，言而有度，言而留情，才带得动人心。再看生活里的例子，家人、朋友之间最伤感情的往往不是大事，而是那种翻旧账，一吵架就把对方3、5年前的错全搬出来算总账。能做到不念人就恶的人，关系才走得长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每天都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今天，请你找一个你一直耿耿于怀，总想揪着对方错处不放的人或事，试着宽一点，对方的小过放一放，陈年的旧账翻篇了。你会发现，当你愿意对别人厚道一点，最先变轻松的其实是你自己。好，20分钟快到了，我们把菜根谭今天的5个重点串成一条乱世里的定心之路，复习一遍。第一，宠辱不惊，把人生的得失顺逆看成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常态，别让外面一句话决定你的心情。第二，退一步，留余的，处事让一步位高，给别人留路，就是给自己留后路。第三，淡泊知足，真味只是淡，守得住清苦平淡，才尝得到日子真正的甜。学会对自己说一句我已经够了。第四，逆境磨练，居逆境中，周身皆是针砭要石，苦难不是来回你的，是命运递给你的磨刀石。第五，待人厚道，方圆并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攻人之恶无太严，不念人就恶，有原则又拿捏得住分寸。你发现了吗？菜根谭从头到尾都在教你同一件事，怎么修一颗定得住的心。看淡得失，是对命运的定；懂得退让，是对输赢的定；安于平淡，是对欲望的定；扛得住逆境，是对苦难的定。5个重点其实是同一颗心的5种修炼。嚼了菜根，百事可做。一个人最大的本事，从来不是把外面的世界都摆平，而是不管外面怎么变，都能把自己这颗心稳稳地定在那里。听完很有共鸣，但你明天就忘了，那这20分钟就白费了。
所以我只给你一个今天就能开始做的小练习。菜根谭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把每一句道理都浓缩成了一句可以随身带着，随时提醒自己的格言。古人读它讲究日嚼一句，每天仔细细品一句，然后拿那一整天去印证、去体会。所以从今天起，给自己挑一句你今天听完最有感觉的话，记在手机备忘录，或写在小纸条上，贴在你天天看得到的地方。可以是宠辱不惊，可以是真味只是淡，也可以是不念人就饿。然后这一整天里，每当你心浮、心累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默念一遍，看看眼前这件让你不平静的事，能不能用它来化解。你会发现，定力不是靠想一次就有的，而是靠这样一句一句，一天一天慢慢嚼出来的。就像嚼菜根，一开始平淡无味，嚼着嚼着，那点回甘和力量自然就上来了。这就是菜根谭送给我们最朴实也最受用的功夫，把心定下来，从每天好好嚼一句话开始。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记得订阅这个频道，我每周都会帮你用20分钟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经典。下一集我们要读的是被称为中国人精神底色的那本书《论语》，聊一聊孔子和他的学生在2000多年前留下的那些做人做事的老话，到底还能不能照亮我们今天的生活？怎么帮我们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重新找回做人的根？最后留一个问题，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人生里有没有哪一段当时觉得苦得不行，后来却无比庆幸的菜根时光？那段日子最后教会了你什么？我们下集见。